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，众人为了斩杀无惨，掉进了像迷宫一样的无限城里。狐狸人阴差阳错的碰到了杀害自己姐姐的仇人上弦之二童魔，但最终不敌，被童魔吞噬。后赶来的香奈乎也将接替师傅决战童魔。而另一边，善逸也碰到了新上任的上弦之六，同样也是自己的同门师兄快月。那么接下来故事将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呢，还是一副无能的样子。当上猪了吗？能使用一之行以外的战技了吗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不过是凑数才塞进上弦的你，似乎自我感觉相当好呀。跨越一愣，哟，嘴上的功夫倒是进步了不少。为什么要变成鬼？哈哈，就凭你雷狐继承人的你，为什么变成鬼？都是因为你爷爷才不得不切腹自尽。善逸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，原来在集训的时候，他收到了爷爷的死讯。因为雷狐传人里除了快月这只恶鬼，爷爷为了谢罪剖腹自尽，并且当时他身边没有任何人，就这样孤零零的经历了漫长的痛苦，最后失血而死。善逸不断的向快月怒吼着，但他却毫不在意，并表示这关我屁事儿，我只会追随那些能够慧眼识珠的人。那个老家伙死了，倒是让我出了口恶气，当初居然让我跟你这种废物一起当继承人，真是瞎了他的狗眼。善逸握紧了因为悲痛而颤抖的手，哼，如果我是废物，那你就是垃圾。爷爷也是挺惨的，只能选择唯独只会一之行的我和唯独不会一之行的你当继承人。这话直接激怒了快月，别他妈把我跟你这种废物混为一谈。雷系四之行远雷，这是一招远程型的 AOE 技能。眨眼间，善逸就出现在其背后，太慢了吧，垃圾！话音刚落，快月的脖子应声喷出大量的血，他竟然刚一照面就差点被善逸斩首了。眼前这羸弱的废物和当初判若两人，这怎么可能？当初可是一位恐怖的令人窒息的强者将他变成了鬼，并且将更多的力量汇聚成血赐予了他，并严厉地告诉他，要是浪费了一滴就变成血花，永别吧。那是一种令他全身细胞都在颤抖的恐惧。而眼前这个废物，就算他再怎么进步，也不可能和上弦匹敌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，成天就只知道哭鼻子。可那老头居然让他和这个废物一起继承雷之呼吸，总之你们师徒都该死。雷护二之行盗魂，这一招是一瞬间发出的5连击，善逸还是没能全部挡下。而紧接着三之行巨纹成雷，这一招是高速旋转下的波状攻击，只会一之行的善逸根本挡不住这么多道攻击。还没完呢，5之行热界雷，这是远程型的碎裂斩击；6之行电轰雷轰，这一连串的招式打得善逸毫无招架之力。不得不说，虽然快月如今是个恶鬼，但作为人类的他同样也是个天才。雷系除了一之行他全都会，再经过血鬼术的强化，善逸可以说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无力地坠落而下，脑海里回想起曾经的画面。师父总是让他虚心向快月学习，要像师兄弟一样相处，所以因为听到其他人背地里嘲笑不会最基础的一之行的快月，他出手教训了他们，却反倒被快月恶言相向。他其实很清楚快月和他都很讨厌对方，但他当时是真的打心底里尊敬师兄，总是在不断追逐他的背影。但似乎快月并不能满足于现状，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而和他不同的是，自己身边有着重要的伙伴共同成长，而快月总是孤身一人。对不起爷爷，我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。善逸在这一刻似乎下定了决心，对不起了，师兄。雷之呼吸7之行火雷神，善逸整个人化身一道闪电，这一击终于不再是一之行。下一秒，快月人手分离，缓缓掉下深渊，而善逸也力竭倒了下去，同样也正掉下深渊。直到现在，快月还没明白那一招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快到他竟然完全没看清就被斩首了。这会儿他还在咒骂，果然是那个老不死的瞒着我单独传给了你什么绝招。不，你错了，爷爷他才不是那样的人，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只属于我的战技，真的好想用这招跟你并肩作战呀。此时的善逸满脸黑纹，说完话就晕了过去，缓缓地掉下深渊。快月这才知道，这个废物竟然从只有6式的雷狐里自创出了第7式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输给这个废物？不对，他现在也活不了了。你这种只会索取不会给予的人，到头来注定一无所有，毕竟他们自身什么都创造不出来。
御史郎竟然出现在半空中，下一刻就将晕过去的单义带了上去，最终还是单义赢了。在梦里，单义睁开了眼，而爷爷正站在河对岸，他呐喊着对不起，没能和快月好好相处，自己有写信给他，但他从来都不回信。要是没有我，师兄可能就不至于变成这样。单义不停地向爷爷道歉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其实我很想趁爷爷在世的时候成为9柱之一。爷爷，你不会讨厌我了吧？你说话呀！沉默了许久的爷爷终于开口了：单义，你是我的骄傲。泪水夺眶而出，在这一刻，爷爷知道他终于可以放心的走了。单义醒了过来，看着身边焦急的救助自己的众人，他知道是他赢了。御史郎毫无忌讳的说道：这次算你走运了，刚刚那只上弦鬼对自身的血鬼术还不够熟练，要是1年后再碰上他，怕是会被当场秒杀吧。而此刻他们也没有休息时间，战斗还在继续。而在战斗之外，产屋夫最小的3位孩子正带着御史郎的符咒绘制着无限城的地图，这正是年仅8岁就继承产屋夫新任家主的惠利哉。在他身边的则是2位更年幼的妹妹，即便父母和2位姐姐刚刚去世，但他也要继承父亲的遗志，协助鬼杀队斩杀无惨，因为这一战绝不能输。而此刻无限城里布满了带着符咒的乌鸦，各个战区的战斗尽收眼里。而如今最令人担心的便是夜莺和上弦之2童魔的对决，他究竟要如何战胜这恐怖的敌人呢？那么本期单义篇全部内容就基本结束了。我知道现在肯定会有小伙伴说这也太短了，但是麒麟也木有办法呀，单义这段对决实在是太快了，也只好在这里结束。所以为了弥补一下大家，本周末的视频将更早更新，具体时间大概会提早半天到1天更新，并且同样会是鬼灭之刃。下边将是和上弦之2童魔的对决，暂且名为童魔篇，战斗将会异常精彩，反正麒麟每看一次都是鸡皮疙瘩。另外麒麟最近计划开新坑了，动态里有前2天的图表，没有看到的小伙伴可以去给自己想看的动漫投上1票哦。最后需要 BGM 的可以关注麒麟同名网易云，也可以扫描上方二维码加入麒麟的交流群，便能获得最新的视频更新消息。在这里感谢所有支持麒麟的小伙伴们，只要有你的关注加3连，麒麟就有用不完的动力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